大家好，我是瘦猴，现在来到了我们镇上的修理店，给我这辆50面包车换上越野轮胎。大家都知道，之前我给这辆车做了底盘升高，然后把里面改装成一个床车。因为前2天审车的原因，把4条轮胎都拆下来了，现在准备再给它给换上面。一辆面包车改装成露营车，总花费下来将近9万块，现在卖的话也就2万块。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个情况。现在4条轮胎都在车里，先把越野胎给它换上。这4条轮胎都非常新的，这齿轮基本没有任何磨损。改装的 ABM 升高减震，然后还有加高的这个弹簧减震。这是前面，看一下安装好越野轮胎的样子。在这洗个车，整个底盘就高了很多。然后这个轮胎也是往外扩的复制轮毂，底下车看起来也像那么回事了。小锄头，下来吧，带他出来跑一跑。他对这辆车都是老熟悉了。下来吧，下来。来转一圈这辆车，看锄头站在这里。这辆车我也好久没有见这辆车了，也很久没有开了，一直都借给小鹏开。之前开这辆车带着锄头，我们可是去了太多的地方了，也有很多越野路线的地方，也都是开这辆车去打卡的。有很多朋友也是因为我而买的同款车型啊，想改床车的，就问我这辆车换的是什么尺寸的轮毂，什么尺寸的越野轮胎，然后他也想换，但是我并不建议大家改啊。因为面包车改装这种越野的一个样式是非常麻烦的，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就是说我不单单换一个轮毂，因为轮毂直接加大了、加复制了，它的这个尺度、它的这个底盘高度肯定就不够了，所以说还要换里面的减震，换里面的增高弹簧。后面这条轮胎也是一样的，如果要换大尺寸轮毂的话，肯定要把底盘稍微升高一点。这个后面是钢板的，然后我又给它加了一层钢板。这就等于整个把底盘稍微升高了一点，然后也不单单那么简单，因为这个轮毂它是复制的，往外突出了很多，就是在拉这个车门的时候，这个就拉不开了，所以说我又把车门里面这个档拉不开，影响它拉不开的地方给锯掉了，然后所以说车完全就不是原来的那种样式了。加上里面又改装成一个床车，各种电路啊，还有水箱、水盆啊，就是非常复杂的东西。很多朋友问我这辆车总共改下来花费多少钱，我告诉他是将近9万块，还是不敢相信改装那么一个面包车下来居然花费那么多。就是刚开始我也没有想花费那么多，但是一改花费下来，算了一下确实要那么多钱。买这辆车我是在重庆买的。车的原本的价格是3万3，然后给它改一个这个颜色的话，也是上1000块钱了。然后换轮胎，这一个轮胎加这种铝合金的轻一点的这种轮毂的话，就是将近1000块。我换了4条，然后还有2条备胎。另外的话，给这辆车加装绞盘，越野绞盘，可以看一下，也是整个镶嵌里面的，看不到，没有任何突出，也是花了2、3千。绞盘，还有就是换这个车的减震，它里面的减震，还有它的弹簧，还有就是后面这个钢板也是定制的，它并没有这辆车的原车的钢板，因为它是面包车，没有人会在这加钢板，然后我就加了一个钢板。面包车改装越野的这种风格其实是非常麻烦的，它不同于越野车。越野车的话，一般都会有相同的套件啊，直接在网上搜索购买就可以了。而面包车你就完全找不到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去定制，去自己去找合适匹配的这样子。这个位置是加92的汽油，那么还有这个位置呢是充电口，这是一个房车充电接口，所以我在里面也加装了电源，是7.2度电，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。它就像一个小型的房车一样。还有这个地方是加柴油的，我还在这个底部加了一个柴暖，这是柴暖的一个出风口。打开看一下后面啊，这辆车总体改下来是非常麻烦的。2个床车座椅，一个都是1000多，2个的话又3000。
然后加这个柜子的话，这上面都是220伏的插座，然后那是电磁炉，中间有一个车载冰箱。因为这个车改的电量非常大，是在这个座椅下面，所以说冰箱啊什么都是供得起来的。全车都是用的这种桑拿板，后面也是一个小柜子。这小鹏用过，我还没有收拾里面啊。这是柴暖的后进风口。首先还是要说明一下，这辆车我并不准备卖，然后只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都改了哪些东西。然后卖的话，现在也是非常不值钱的。改装虽然花了那么多，但是卖的话并卖不出什么价格，所以建议大家以后在改装床车或者露营车的时候，不要花很多的钱去改，因为当你想换车了之后，就是你改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卖不到钱的。换姐这辆车陪着我和锄头，我们一块儿去了那么多的地方，打卡了那么多，所以说也算是一个有故事的车吧，我也准备留在家里了。看一下里面，这是改装的电源的一些灯。开关、圆顶灯、氛围灯、户外灯，还有暖风机的开关，留了一个备用的。然后这个下面是放鞋的一个鞋柜，很大的一个空间。这里是逆变器的开关，这是逆变器的一个电压表，也是一键直接就开启了逆变器。在房车厂改的，所以说各种东西都是比较规范的，像这些灯的线路啊什么的。上面一个。这个是换风扇，也是直接在车顶开了一个洞，换风扇和房车的那种是一样的。还有灯，这辆露营车可以说是设备俱全了，还有驻车空调，就是不在打着车的情况下，可以打开空调，就是驻车，利用它原这个储电改的一个大电瓶，可以车里面去用空调这样子的，在夏天坐在上面完全像我1.8米的身高都不会碰到头。这边我自己之前装的一个抽纸盒，前面这是一个洗漱盆，下面就是水箱，60升的水箱，外接电的充电线，水箱的注水口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打开这个车门就可以从外面注水。看一下后排这个座椅，也是装的车上最贵重的东西，就是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，这是600安时的，然后大概可以储存7.2度电，非常大的。然后这边是各种保险丝，什么也是排的非常规整。太阳板控制器，在车顶还是有一个200瓦的太阳板的。单单这一个电瓶的话，去定做的话就要7000块钱，然后加上我这个用的逆变器也是纽夫克斯的，3000块哦，200瓦的。然后我还定制了一个就是100安时的充电器，也是1000多块。所以说这个店光把这些配件拿出来单独去卖的话，轻轻松松就能卖到上万块。这里是抽水泵的一个开关，然后也是220伏的插座，这边是一个点烟器的插口和 USB 的插口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我是做了一个户外抽拉的一个折叠桌板，然后也有底部抽支撑，可以抽在外面去，然后也不用户外桌椅了，直接在这里做饭就可以，非常方便。看威武的锄头。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想出去自驾游，想改装床车、露营车，就是不建议大家改太多的东西。我在房车厂这个总共的花销是3万块钱，然后加上也是用了他们很多的配件、很多的东西，不算这辆车的电瓶，加上车的电瓶、逆变器、充电器就是1万多，再加上购买这辆车又是3万多，这就7万多的费用了。再加上我改这个轮胎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配件都是我自己后期去买的。想象一下，9万块钱改下来，真的没有说多。上面还是4路监控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显示屏，这个也算在房车厂那个价格里面，好像是3000块钱。这下面是2个小抽屉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把这辆车所有的空间都利用了起来。在这里也是一个储物空间，就是有一点的话，我都会给它做成一个柜子。这是一个外接的这个水龙头。现在很多小情侣和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，很多想出去自驾的，并不想买房车的，因为房车厂卖的价格可能更贵。如果买一个 B 型房车，便宜的少说也要10几万，买一个 C 型的话可能都要几十万。都比较倾向于改装这种露营车，改装这种 van life 风格的一个床车。
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些，就是说改装的话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喜欢去改。这辆车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改装的东西太多了，很多东西都用不到，所以这辆车呢我也不准备去卖，就放在家里。后面有家人想要开的话，也可以开它出去露营。据我了解，这也是第一辆50增程改装的床车，把它的底盘做了升高，然后买的还是大排量1.8的，所以说动力也是足够，加上有绞盘，用它去越野还是相当可以的，底盘是很高的。抠。当时我和锄头我们就开着这辆车去过太多的地方了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啦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改装的心得和使用心得，给一些小建议，然后准备回去了，看车。